见是场震撼。从此后，我心里被你填满。狂风中，暴雨里，心心相印。迎着风，迎着雨，笑容灿烂。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奔向你，让我们紧紧相随；奔向你，让我们挥洒青春。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我和你共始终，此情不灭。也曾经让你哭，陪你流泪。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为了你，走天涯，始终不悔。爱强烈到天崩地裂，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我和你共始终，此情不灭。禁止这个，他是不是脑子坏了？哎，这就要追溯到明朝了。当时有很多的贵族与官吏，由于过度沉迷于玩球，而荒废了自己应尽的职务，不理朝政。明太祖一气之下，便禁止了这项运动。当我们满人入主中原时，先皇便引以为戒，也就禁止玩着会荒废政事的出气球了。可是这明明是贪玩的官吏没有节制而玩的荒废政务，这和出气球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人的因素，不是球的问题。那禁止还有什么道理呢？就是啊，还是紫薇看问题透彻。我没想到，我那可怜的出气球就这样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不行，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出气球的运动。怎么小燕子每次越是激动，就越会说出成语啊？你不会是又有什么馊主意吧？你就不要再折腾我们了。怎么样？怎么样？去，快去，快去，去呀！哎呀！快去啊！怎么回事啊？快去，去吧。哎呀，小路子，你到门口去看看，是不是有只大老鼠在那边磨牙？朕觉得挺吵的。有老鼠？皇上，皇宫里怎么会有老鼠呢？奴才该死，奴才这就去看看。老鼠？怎么会有老鼠？不去！哎呀，不能走！还珠格格。哼，这不就是只大老鼠吗？皇阿玛，我明明是小燕子，怎么说人家是大老鼠？
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不是只老鼠吗？老鼠就老鼠吧，老鼠求您行行好，把我那个出气球还给我呗。什么出气球啊？朕还没追究你偷玩进球的过错，你居然敢来找朕要球？哎，你怎么连这雏菊都给它取个乱七八糟的名字啊？所以呀，皇阿玛，您现在满肚子怒气，对吧？就更加应该要玩出气球了。您只要随便踢几脚，包您怒气全消。啊，您今天早上表演的那几下功夫，真的是太厉害了。皇阿玛，您可不可以教我那几下功夫啊？好了，你不要再胡闹了。朕以为你上门是来忏悔的，结果是来胡说八道的。皇阿玛，我不是来胡闹的，我是来跟您讲道理的。讲道理？你小燕子会讲道理呀？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啊！这世上有什么大道理，我是不懂。不过，这个强身报国的道理，我可知道了。这个出气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为什么要禁止呢？皇阿玛，我这几天锻炼下来啊，出了一身的汗，一回去躺着，马上就呼呼大睡了，隔天起来真是好的不得了呢。而且这个出气球是不分男女老少，谁都可以玩，它真的是一个又简单又可以强健体魄的好运动。皇阿玛，您不能禁止，反而应该要提倡这个运动，不只是在皇宫，连民间也要大力推广推广才是啊！而且，小燕子，我听你说了这么一大篇，不就是为了贪玩吗？什么强身报国？朕看你强不了身，倒是误了国。皇阿玛，我听五阿哥和紫薇说过了，玩这个球在我们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难道你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球给禁止了吗？哦，还有那个班建明他们那个大不列颠国，所有老百姓都在玩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玩？你这样乱禁一通的，难道不怕成为千古罪人吗？放肆！什么千古罪人啊？怎么可以对朕说这种话呢？成语学了可以乱用吗？至于那个球，你知道几朝的皇帝都是一样禁止的吗？哎呀，那些个皇帝脑子都不清楚了的。皇阿玛，您这么英明，怎么能跟他们一个路子呢？要不，我提出一个伟大的比赛方法，开天辟地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皇阿玛，你能不能答应我们玩出气球啊？开天辟地都没有发生过的比赛，哪有这种比赛？这开天辟地是什么意思啊？瓦岗、班建明，你们知道吗？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想都别想了。皇阿玛，我还要跟您打个赌，这比赛的结果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不可能，这可能，只要皇阿玛您给我这个机会。你也太异想天开了吧！如果朕不答应你，你大概会闹一辈子吧。好，那朕就特许你在宫里面玩这么一次，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啊！你好好的表现，让朕大开眼界。太好了，谢谢皇阿玛。Yes 尔康，我本来以为你口才是最好的，今天我才发现我口才也不错，连皇阿玛都被我说服了。小燕子，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赶快告诉我们吧！什么开天辟地，什么大开眼界，别的没弄清楚。对你学会这2个成语，我倒是佩服佩服。而且这个球竟然让他从皇上那要了回来，佩服佩服。怎么样，我表现的不错吧？不比紫薇差吧？你的佩服佩服啊，我收下了。居然他搬出2000年的历史，佩服佩服。更离谱的是，你居然说皇阿玛是千古罪人，吓得我连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了。拜托，哪有那么夸张？眼珠子都掉出来了。哎，文忠，他们3个都震惊成那样了，你怎么静悄悄的？吓傻啦？有必要吓傻吗？我是越来越能适应你小燕子的作风了。现在
再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会震惊了，你吓不了我的。哦，是吗？那如果我说出我开天辟地的计划，你不要吓昏倒哦。别卖关子了，赶快说吧。好吧，看在你们4大护卫平时尽忠职守，守护我戍方斋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们吧。为了让皇阿玛答应我们玩球，我决定在皇宫里举行男女出气球大赛。男女出气球大赛。男女出气球大赛？是啊，很震惊吗？雌雄对决大赛，很意外吗？你的意思是说，女子队要挑战男子队？是啊，所以才叫做雌雄对决。哎，这成语是这样说的，没错吧？可是这男女体力有别，怎么可以作为比赛呢？我们根本就不用比就知道输赢了。哎，明月，你这话摆明了看不起咱们女人。哥哥，不是咱们瞧不起，这根本就是摁着牛头喝水，勉强不得。什么勉强不得？你就那么确定男子队一定能赢过咱们？哥哥，我觉得您这主意真是太棒了，太妙了！才子我赞成这个男女对决，这真是大开眼界的一场比赛。说不定啊，水泊梁山上那些英雄，什么神行太保、插翅虎、平民三郎，那都会赶过来帮您助阵呐。可是格格，我过去听宫里的老公公们说过，过去皇宫在冬季的时候也会举行在冰上的出气球比赛，那个时候参加的都是8旗里的皇宫贵族，我还真没听说过姑娘也可以参加比赛踢球的。所以我小燕子就是要做皇阿玛说的开天辟地第一人，我就不相信了，咱们女人会打不过那些臭男人，是吧？乖乖龙地洞，美女大英雄，小哥哥了不起，小蚊子佩服你，支持你呀！哎，是啊，我小虫子有100只手，不是100条腿。再趁哥哥比赛，我还可以帮忙吹哨子。好，这个好。小燕子，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皇上虽然同意，可是老佛爷是个非常讲究规矩礼俗的传统派，恐怕容不了这场大计划吧。紫薇，你放心好了，我既然有办法说服皇阿玛，我就一定有办法说服老佛爷。明天一早我就去慈宁宫。老佛爷吉祥。什么？出气球大赛？你听得懂吗？他们在说什么呀？老佛爷，就是蹴鞠比赛，只不过小燕子说的是男女对决的比赛。男女对决？这成何体统啊！先皇已明令在先，蹴鞠会误国误民，不得贪图娱乐。那天呀，我是看在晴儿好心帮你说情，才准你废物利用，留下那颗球。你怎么把脑筋动在这上面来了？我不准你破坏先皇的规矩，这事不用说了，不可以。老佛爷，男人有男人该做的事儿，女人有女人该做的活儿。姑娘家怎么能跟男子踢球？这实在有失皇家风范。何况，这都是被皇上禁止的活动，怎么还能再拿出来自打嘴巴呢？老佛爷，皇阿玛已经答应了的。不过，你们怎么都会觉得出气球会误国误民呢？这明明是可以强身健体的运动啊！而且，运动有分男女的嘛。这男人运动之后身体健康，他可以保家卫民；女人运动之后身体健康，他可以，他可以，可以什么？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对，健康宝宝。有了健康的宝宝，就会有健康的阿哥；有了健康的阿哥呢，就会有健康的皇上；有了健康的皇上，才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对。老佛爷，
听说在咱们宫里御膳房，一天到晚就在给各个宫的妃子啊、娘娘啊炖汤药。这说明咱们宫里的女人身体实在是太弱了。这女人身体弱吧，生出来的孩子她就不强壮。为了咱们皇宫的子孙兴旺，不仅是要男人身体健康，女人身体健康也很重要的。尤其大家都待在屋里，太阳都不敢晒，这样下去，大伙都会闷出病来的呀。现在玩出气球，就是要给大家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顺便可以把这个闷气通通都给踢出去。老佛爷，您就准了吧，给我们一个可以证明女人绝对不输给男人的机会。老佛爷，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应该贤淑乖巧的在家里，怎么可以抛头露脸的和男人相比呢？而且在球场上，男女碰碰撞撞，这实在有失礼仪，请老佛爷三思。老佛爷，皇阿玛都已经答应了的，说是可以破脸玩一次。老佛爷，劝人要说2句公平话。在过去的历史中，也不乏有巾帼英雄事迹发生，像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这些都是我们女子心目中的女中豪杰。这些人的伟大，就是因为她们是女人，却置身于以男性为主的战场中奉献自己。老佛爷，您不是总让南府的戏班子给咱们演樊梨花的故事吗？那咱们为何不以轻松的心情去看看小燕子这樊梨花能不能打败薛丁山呀？小燕子，既然皇上已经答应你了，连晴儿也把古时候的女英雄一个个都请出来了，看来不让你们试试啊，你是不会甘心的。去吧，在不失皇宫礼节的范围内，你们就去办吧。不过，下不为例啊。是。紫薇，燕子，我真是佩服佩服，既然连老佛爷都有办法说动，我富尔康真是甘拜下风啊！好说好说好说。听说你还说出了一套健康论啊？是啊，多亏了紫薇突然说到了健康宝宝，那我就给她一路的掰下去了。结果掰不出来的时候，紫薇突然就接口说道：“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哈，厉害吧？好了好了，总算解决最困难的事，得到了特许。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开始呢？既然决定比赛，那么开始就应该要先制定比赛规则。好，那男子队就由永琪做队长，叫做阿哥队；女子队就由我小燕子负责，称为格格队。说好了，你们淑芳斋的4大才子和我的小顺子、小桂子已经列入我的阿哥队了。啊什么？你居然挖墙脚挖到我淑芳斋来了！好，算你狠。那我们格格队的成员就是淑芳斋4大美女：紫薇、金锁、明月、彩霞，还有我小燕子。不行不行，不能算我。你要我写字弹琴还可以，踢球那是不可能的。有了我，格格队就输定了。别扫兴了。你平时教我念书的时候，不是都说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怎么到自己身上你就打退堂鼓了？你算什么因此啊？你非参加不可。说，咱们要怎么玩？话说，远在汉朝，军队训练里的蹴鞠比赛，最早有12人制的6门赛，到了后来演变成双门赛，甚至于唐宋时期比较流行的单门足技比赛。咱们要比哪一种啊？啊？怎么玩个出气球有这么多门啊？6门、双门、单门，咱们不能玩门都没有的吗？就玩没门的。没门可怎么玩啊？蹴鞠啊，就是要把球攻入球门才算得分。
要不然咱们抢那颗球就没有意义了。6门赛确实有些复杂，单门赛就简单多了。找一张大网子，中间挖一个洞，然后放在2队的中间。只要哪一队将球踢进这个球洞越多者，哪一队就赢了。这单门赛的绝活，看的就是足技，就是利落的脚下功夫。啊，这听起来对我们这些不会武功的弱女子来说实在不利呀。吴阿哥、福家2位少爷、班画师，你们个个都会武功，这单门赛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我看，既然皇上破例要让我们玩一场球赛，不如就玩我们大不列颠国的11人制双门赛吧。大家你争我夺，有来有往才有趣。每一队11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守门员。11个人，我去哪里找那么多人啊？你连游戏规则都不懂，还敢提议要承办这出气球大赛啊？天不怕地不怕，不正是小燕子的一贯作风吗？OK， 以上就是我们大不列颠玩 football 的玩法，和你们中国皇宫的玩法应该相似，可以用脚、用头、用肩膀、用胸膛碰球，就是绝对不能用手。什么啊？福德伯？原来你们大不列颠国给出气球取了这么吉祥的名字啊！福德伯，我们中国也有福德伯。不过他是福德正神土地公是也。哎，只能用头、肩膀、胸膛和脚。哎，那屁股可以用吗？球从前面来，谁会用屁股去碰球呢？规矩还是要先说好的嘛。既然只是不能用手，我认为啊，屁股是可以用的。好，管他规矩中有没有屁股这一项，反正规矩是人定的。我决定了，这次比赛可以用屁股，怎么样？满意了吧？暂时满意吧。还有什么问题，之后再说去了。班杰明既然这么懂规矩，那就让班杰明当裁判。班杰明，你不能因为你是吴阿哥的好朋友，就故意放水他们阿哥队啊！你可不能欺负我们格格队啊！我以我的神发誓，绝对保证公平公正，就怕有人根本不服从裁判。不行不行，怎么能不服从裁判呢？必须要服从裁判啊！好，小燕子是你说的，你会服从裁判。嘿嘿，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都听到了。既然是男女双方对决的比赛，我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精神来应战。我们阿哥队不能因为对方是女子就英雄气短而退让，你们才子也不能因为对方是你们的主子就故意放水哦。好，我才不需要你们放水呢！切，你们有什么能耐，尽管使出来吧！哼！哎，好了好了，你们俩就别斗嘴了。怎么人没到球场上，这火药味倒是出来了？其实咱们4个都是有功夫底子的人，然而那格格队的4大美女一个会功夫的都没有，所以啊，这规矩里还得再加一条，那就是都不准使用轻功，哎，这样才公平。对吗？终于说了一句我比较安心的话了。刚才班杰明说的那些规矩我都还记得牢，这真要和他们男子上场抢球，我还真的点信心都没有。哎呀，紫薇紫薇，你不要担心，有我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招兵买马，把剩下的6个队员都找齐了，然后进行魔鬼式的训练。相信到了比赛那天，我们一定会把他们阿哥队打得落花流水。放心吧，有我小燕子在，安心了。是有你小燕子在，这更加不让人安心了。什么呀，金锁？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我是那个姑娘啊，我就
就是这个姑娘。哦，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我就是这个姑娘。哎，你会什么呀？我会翻跟斗。哦，那翻一个看看。几岁了？回哥哥，我快14岁了。我个子小，大家就叫我小小。啊，小小，这么小你就出来当差啊？身手不错，只是个子好像矮了点哦。我想他的身高不是问题，他的行动还挺快的，先录用再说吧。好吧，小小，算你一个。明天啊，准时到我书房这来报道。是。哦。啊，这矮的这么矮，高的这么高，这功力还真是卧虎藏龙。对对对。希望真的是龙是虎才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在哪当差啊？回还珠格格，奴婢名叫秋天，在织染坊当差。除了染衣服，你还会干什么呀？我从小就开始玩球了，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我一上手就能耍2下。真的？太好了！彩霞，把球给秋天，让她试一下。招吗？没想到宫里也有人会耍。这个宫女的身手不错，并且身高啊也可以和五阿哥他们相比呀。好了好了，一块起来吧。你这球啊耍的是不错。你以前带过杂耍团吗？奴婢小的时候跟父母学过一点，可惜因为身高太高，练不好缩虎功，父母就放弃我了。哦。没事，我啊就要你这个高度。明天这个时候准时到我书房这儿来报道。谢哥哥。下一位。招聘了老半天，只找到了一个高个的秋天，一个矮个的小小。紫薇，这皇宫里的龙和虎到底在哪儿啊？你们别藏也别卧了，快出来吧！该怎么办呢？注意，你给我站住！你们看鬼！注意，你要老实说，你认死！打死你！你个死胖妞！哎，快点呀！别打！死胖妞，你给我站住！快！我跟你说，这不就是一只卧虎吗？我看他是很饿的饿，不是那个睡觉的卧。快给我抓住他！快给我抓住！哎呦，奴才叩见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吉祥。他是谁啊？你为什么追他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回格格，
注意他是我厨房里帮忙做重活的杂役。你说，哎呦，他已经胖得不成话了，可是还一天到晚长着饿。刚刚又偷吃了我刚煮好的白米饭。奴才正要把他追回来，好好教训教训他呢。哎，给我抓住他，抓住他！这个胖妞我要定了，明儿个让他到我书房斋来报道。哎啊，书房斋报道！站住！哎，给我抓住他！哎呀，格格，咱们书房斋的人手还不够吗？怎么还要御膳房的如意呢？就是啊，格格，听说他被好几个宫都赶出来了，最后呢，迫不得已才被分配到御膳房。是啊，格格，你怎么想用他呢？那这么说，那个如意还挺可怜的，他已经被赶出好几次了。他之所以会被赶，一定是以前的主子不知道如意的长处。你们今天发现没有，这个如意啊，身手可不简单了。他身体那么大，居然又能跑又能跳的，哪像你们几个啊，唉，中看不中用啊。只会跑恐怕还不行，他会守门吗？那么大的身体，可能半个球门都挡住了吧。我有一个直觉，这个如意啊，一定是个宝，前锋、后卫、守门都可以。你们看他那个大胸膛，任何球到他的面前，一定都可以防守下来。再加上他那个大头，多顶几下，哼！还有他那个大屁股，前可攻，后可守，一定可以让阿哥队偷偷吃鸭蛋。那太好了，我们格格队一共有8个人了。令妃娘娘驾到！令妃娘娘吉祥！令妃娘娘吉祥！你们在聊什么呢？一个个眉开眼笑的。小燕子，你那个球员招的怎么样了？校外招的只有3个还可以的，其他的都不行。我们现在还差3个球员呢。哦，还差3个是吗？我给你带了一个过来。窄窄，来，见过还珠格格。窄窄叩见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吉祥。令妃娘娘，他行吗？怎么那么瘦啊？就因为他瘦，所以咱们叫他窄窄。可是他脚上功夫不错，你们。窄窄，别玩那个了，接球！你看，好，娘娘，您真是太好了，简直就是选中送炭。哎呀，我有没有用错成语啊？完全正确。娘娘，你看，允许我打球，我成语都越说越溜了。快！我待会儿要想一个绝招出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哥哥吉祥！你们4大才子有话要说吗？哥哥，今天我们要去找五阿哥报道，不能伺候你了。哦，原来是今天要去集训去了。好，去吧。不过呢，这胳膊肘要往哪边弯，大家心里都知道。哥哥您放心，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属于您的。但是这2个脚，今天得听五阿哥的。格格您放心，我小虫子有100只脚，有98只永远属于格格。蹦跶小蚊子是硬被拉进充数的，我的胆子都放在格格那儿呢。我们对格格是肝胆相照的。小燕子，不是说好了要公平竞争吗？你这样子好像是在威胁4大才子呀。就是逗他们玩而已嘛，就是想试探一下他们的忠心。
人家都说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现在啊，最好赶快凑齐球员，抓紧练习，这才重要。不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了。对，此惠妹子说的有道理。好啦，你们啊，快去集训吧，免得我又忍不住要试探你们的军情了。去，快去吧！才子告退。如意，你终于来了！奴婢叩见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吉祥。如意，你不要怕，到了我这树放站，你就是我的一家人了。以后啊，你白米饭可以吃到饱，庄师傅再也不会骂你了。真的？我白米饭可以吃到饱，庄师傅再也不骂我了。没错，我还珠格格说话，那是多少匹马都难追的。你呀，就尽管相信我好了。不过呢，在这之前啊，你还是要帮我一个忙。谢谢还珠格格，谢谢还珠格格。只要我如意会的，我一定尽心尽力完成格格的吩咐。不过，我能帮还珠格格您做些什么呢？快起来！做什么？你跟着我嘛，就对了。三美女，小小摘摘秋千，我们一起出发集训去！走，走。等等我！在这深深庭院，飞来燕子翩翩。从此风波不断，有情又有限。不管多少的难，愿似笑容灿烂。大家过来！在球场两端呢，都有像这样的2个球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球给踢到对方的球门里去。相反的，我们要防止对方把球给踢到我们的球门里来。所以我们在场上就要用尽各种办法把球给拦下来，或者是截到我们脚下。我们可以用脚、用头来顶球，也可以用胸膛来顶球。总之啊，发挥我们的特长就对了。用头、用胸、用脚，只要把这个球抢过来就可以了吗？对，当任何一个球飞过来的时候，就把它顶下来就对了。只要不用手去碰它都可以。不要害怕，拿出你们的自信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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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你来接走，明日彩霞，我们也来抢球。我们先从抢球、踢球练起。书房站的成员们，出发！是的。我就是这个姑娘，哦，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在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小姐，还在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在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还在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敢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我就是这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还有一些疯狂。热吗？是那个姑娘我就是这个姑娘。哥哥，原来你叫我帮你做的事情就是踢这个球啊。那我还有一个姐姐叫吉祥，她跟我一样也胖胖的，她跑得比我快，跳得比我高。
你们还缺不缺人呢？缺啊，我们还缺2个。如果你姐能来啊，那就太好了。你们姐妹就叫吉祥如意吗？还有福气的名字啊！太好了！哎，好好好，只要有了吉祥和如意这2员福将，我们哥哥队一定会抬他们2个队的。是吗？是啊，只要进行魔鬼训练就可以了。姑娘一定想不到，我居然还有一天会跟阿哥们比赛蹴鞠。哎呦，就在练习了1天，就腰酸腿疼的，我实在不行了。哎，你们争气一点好不好？我们要做女强人，不要做弱女子。只要打赢了这场球，一定没有人再来欺负你们了。可是我2条腿都在发抖哎。你们这群人又在路边开什么会议呀？又想制造什么暗器伤人吗？皇后娘娘，你想见识什么暗器啊？告诉我，只要我小燕子有的，包管立刻马上让你见识见识。娘娘，还闪开点好。我一看到你啊，我就满肚子的气。别理他，我们走。娘娘，您一肚子的怒气啊！嗨，我们格格队啊还少一个队员呢，您要不要加入啊？我觉得这出气球真的是太适合你了，你是我们全皇宫，不对，全天下最适合玩出气球的人。娘娘，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踢踢球，发泄你满肚子的废气？放肆！你把皇上和老佛爷耍得团团转，我可不吃你那一套。大清皇朝的规矩，还不容你破坏殆尽。我为了保护大清王朝的纲纪，一定会和破坏者奋战到底。哼！我等你。肩膀痛，腰痛，腿痛，简直没有一个地方不痛。这也肿了，这也淤青了，怎么办呢？哎呀，我这膝盖也痛得不得了。彩霞，你头上的包怎么样了？啊，用头顶球根本就不合理，顶得我满头包。哎，你们振作一点好不好？看看你们，全体都跟病猫似的，这怎么作战啊？小燕子，你面对现实吧，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尔康他们那些男人，个子比我们高，腿比我们长，头比我们硬，力气比我们大。老天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把女人造得小一号，要我们跟他对打，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啊！紫薇，你不是很有领导能力吗？赶快把你的领导能力发挥出来啊！你看。上次那个饺子宴不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我们还不是完成了？现在你只需要再给我们领导一下。哎，小燕子姑奶奶，这做饺子是我的长项，可是你要让我打出气球，这是我最弱的一项啊！我们现在已经是满屋子的伤兵了，你要是再继续魔鬼训练下去，估计还没有到比赛，我们个个都已经倒下了。那我不管，我站定了。紫薇，你得想个办法。虎阿哥到，虎大爷到，虎二爷到，漫画师到。完了，他们几个一定
是来刺探军情的，你们赶紧给我振作起来，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你们这副惨兮兮的样子。那天我化成一只翩翩的雁，飞到了你的身边，转个弯，绕个圈，飞来飞去好几遍。你注视着我，眼底充满了爱恋。从此我的世界一片